陆军，我3年前遇到的遭遇，你比谁都了解。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，不是1天2天就能治愈的。3年了，整整3年。我的梦里老是出现那个场景。我不希望这个世界上再出现一个跟我有同样遭遇的女人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们今天把陆军带回去了，我就跟他一起回去。我跟陆军从小就青梅竹马的，彼此一直都很相爱。要不是我家里人反对，我们俩现在都已经结婚了。我真正有勇气让我相伴终身的，只有我眼前的这个男人。大爷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，我们得确定那个为自己穿上婚纱的人，是我们真真正正想要共度余生的人。因为人一辈子实在是太长了，长到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想象。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话，那这段婚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早干嘛去了？可是现在还来得及。对不起啊。让我来吧。人呢？你不是追出去了吗？人呢？对不起，喝点水。真是脑子进水了！我怎么能找到健康的人办婚礼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克走了我的男人，你克走我的！你们凭什么看婚庆啊？是不是让全天下女人跟他一样才开心啊？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人也骂了，水也泼了，还想打人啊？我就打他了，怎么了？我就打他了！这个倒霉货，扫把！张萌，你松手！你让他发泄出来就好了。发泄不能招人呀！你快出去！你出去！别哭了！你好好想想，外边还有100多号人呢，你垮了他们怎么办？你的父母怎么办？先冷静点，我们一起想办法啊！来，先坐下，坐下，坐好，冷静下来啊！外边乱成一锅粥了，你先出去吧，这交给我。小姐，
我曾做了什么？就算是穿婚纱，穿老鼠的样子，那也得是你，你怎么可以是这个？你知道吗？我专门为了他还看了这个动画片呢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我做了什么呀？消气啊！肯定会有办法。怎么对我？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我以后怎么办？喝杯热水吧。我以为又要拿水来泼我呢。谢谢啊。人家泼你就让泼呀，怎么不知道躲啊？你的本事呢？对我就剑拔弩张的，对别人就忍辱负重，你怎么就知道欺负我呀？今天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天啊！泼一杯水算什么呀？一泼硫酸就算不错了。行啊，心够大的，还知道开玩笑呢。为什么让他们走？既然没有爱，强留下来有什么用啊？季树君说的对，未来的路真的太久了，久到我们都无法想象。真的没有勇气跟一个不爱的人共度余生。其实这件事儿啊，不怪你，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。是那个男的不珍惜啊，这么好的姑娘，说扔就扔下了。3年前也一样吧。想哭就哭吧，不丢人。哭不出来了。我记得你问我，最后一次流眼泪是什么时候？就是3年前。从那以后，再也哭不出来了。我去找过医生问，是不是这里堵住了？医生说是心病，心结一直没有打开就梗在那儿了，所以没有眼泪，哭不出来了。其实喝杯水也挺好的，我一下子就清醒了。而且你知道这水呀，从脸上流下来，那个感觉应该和流眼泪差不多吧。想不想多体会一会儿？
一杯的量怎么够啊？怀疑了很久，等待了很久，昏睡了很久。清醒的时候，却还没找到忘记的理由。不想再去关心爱是什么，幸福总来了又走。思绪永远停在分岔的路口。你像风吹着云朵，我像雨跟着你坠落，不知道哪里是尽头，能让爱缓缓降落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再爱我，谢谢你曾经这样和我相爱过。看了吧，租场地、搭台子，加上鲜花、气球这些，除去定金，咱们还亏了5万多。老何，我真得说说你，你都追上陆军了，你干嘛不把他拽回来呀？既然生生给他放走了，你好歹让他把钱先结了呀。逃婚是需要勇气的，都不容易。是，都不容易，就你容易。公司刚开业，就亏了5万多，这都3、4天了，男方找不着人，女方拒绝付款，现在连电话都拒接。你挺容易的，你等着喝西北风吧。陆军还没找着呢。你这几天没来，一直在忙这个事儿啊？没错，这几天都是我陪着大爷一起去的。要我说，直接去趟小人家得了，人家都在气头上呢。你们这么一直打电话催，搁谁给钱呀？我去一趟。我也认识小玲，多个人多个照应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去，我也去。你跟着添什么乱？怎么下楼了？你看两个人，那个石头把菜洗了。他凭什么让我洗菜啊？你说他俩什么关系？天天出双入对的。可能睡出感情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。哎，这导航不是说左转吗？怎么直行啊？哟，你忘了？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不是我睡着都能听到导航，你醒了你看不到导航啊？你前面找个入口，你赶紧掉头吧。再走错路，我给你踹下去。您已切换路线。刘丹，你太不仗义了！你明知道我喜欢大爷，你还撮合他和别的男人，亏我还把你当朋友呢。你就这么对我？你喜欢他，他又不喜欢你。再说了，老何30多岁，给他撮合个男的怎么了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刷什么包啊？他不喜欢我，那他喜欢张猛吗？胆儿也太大了，万一张猛坏人呢？这事你想过吗？但凡是我做的事儿，我事先肯定就已经摸清楚底细了。你跟这急什么呀？他俩8个都没一撇呢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公平竞争不挺好？公平什么呀？就婚礼那天，我还看见他们站在草坪上拥抱了呢。真的假的？我的天哪！我本来只是想让老何那块盐碱地开垦一下的，这下可好，发洪水啦！发什么洪水？哎，你又去哪儿啊？哎，包！
进展还挺快。哎，都走了。叔叔阿姨，哎呦，还在呢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走人。要不是我们家保姆不认识你们，给你们开了门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进门的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今天你们要是来拿钱的话，想都别想。那个，叔叔阿姨，我们都是做的这小本买卖，可是我阿姨，我们真不是来要钱的，我们就是来看看小玲。太好了，他能好吗？婚礼上新郎都跑了，谁都受不了。男人嘛，不靠谱可以换，可婚礼那么大的场面，我们脸都丢尽了，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是啊，他现在整天吧恍恍惚惚的，不愿意说话，也不愿意见人。哎呀，我看他这辈子呀，怕就毁在这男人手里了。所以，这个钱，我们肯定是不会付的。那个，阿姨，其实从感情上呢，我特别同情小玲儿。从道义上讲，我也非常能理解你们二老。但是我们做生意吧也不容易，大家都是小本买卖，所以你看，是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什么不容易啊？你们不容易，我闺女容易吗？这个陆军王八蛋是他要办的婚礼，也是他先跑的。你们要钱，管他要去啊！可是阿姨，我们找不到陆军。笑话，合着你们找不到他，管我们来要钱啊？是我们家是不缺钱，可是我们得讲理呀。你也是女人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问问你自己，我闺女都成这样了，你们还来问我们要钱，这合适吗？合适吗？阿姨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这件事情，您说的对，于情于理，我也不应该找小玲要钱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叔叔阿姨再见。对了，阿姨，你也劝劝小玲，跟她说一声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时间会让一切过去的。钱我给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我要见陆军一面。那脑子瓦特了，你疯掉了！这个陆军这个王八蛋有什么好见的？你脸还能让我丢尽啊？好了你啊，你再喝多了吐我这儿，你可自己收拾啊。我喝多了正好，我喝多我就不用想那些烦心事儿了。说你是小屁孩，你还不承认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学人家借酒消愁，幼不幼稚啊？有用吗？再说了，喝的再多，事情也发生了，也忘不了。酒醒了之后，还不照样记着？能忘一会儿，我就少难受一会儿。别再喝了，喝的再多也于事无补。要么呀，你现在忘了这件事儿；要么忘了何大业；要么以牙还牙。怎么以牙还牙？他睡你也睡呀。
你看啊，就像有一些婚姻里面，男的出轨了之后，女的心里犯膈应，但是又不能离婚，怎么办呀？女的也出轨，这样心里就平衡啦。哎，这种三观放在婚姻里面那是绝对不正常的，但是放在你的这种情况，没准可以试一试。看你这老实巴交的劲儿啊，还是算了，另行他路吧。干嘛呀？我借你用一下，以牙还牙，走。这件事情你可想好了，我可不吃亏。哎，走，先走了，走。哎，你慢点儿。走了，快从那儿出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你还真打算让他们两个再见面啊？当然了，陆军欠小刘一个道歉，欠所有人一个解释。现在这么大一个烂摊子，他难道就不应该出来收拾收拾吗？你跟他想清楚啊！我知道你跟你前夫可能一直还有联系，但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少有女人能像你这么能忍的。换做小玲，她肯定扛不住。这种心结，你都解不了，更何况她了。你太低估女人的疗伤能力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女人真正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她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坚强。我解不了的，也许小刘就能解了呢。万一看他好了，我的心结自然也就开了。那我们上哪儿去找陆军啊？他现在肯定是家也不回，班也不上。哎，陆军不是你朋友介绍来的吗？你给那个朋友打电话呀，他说不好能找到他。行啊，关键时候脑子还挺有使的呀。这不让你传染的吗？变聪明了。啊，我们终于落地可以休息了。哎，你下班飞哪儿啊？洛杉矶。国际呀？对啊，这次开工时间长了。是。火力上这是2个贝塔，然后呢，他就跟着另外一个贝塔逃走了。你说啊，他还真跑了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就是。哎，什么贝塔？怎么跑了？陆军跟贝塔跑了，另外一个。陆军跑了？可不是嘛！我说你们兄弟俩啊，那真是真兄弟啊，连婚礼上的戏码都一模一样，说跑就跑了。干嘛呀？接电话呀？没说错话吧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把我电话挂了吗？疯了吧？那怎么办？找！我就是把上海翻过来了，我也得把陆军找出来。甭跟我说这些啊，说这有什么用啊？还，我真没法说你。你说你这人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告诉我。行，你发过来啊，发过来我告诉你。喂！怎么着？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哎，以前你不是一下飞机就来找我吗？消失啊？嗨，我这不是刚下飞机嘛，就开会了。我这手机静音，你看静音，刚才还接一电话，我正准备给你回过去呢。
不用回了，我人家在这儿。哦。哎，大爷，我今儿这刚飞回来有点累啊，要不然你先回去，我就不去你那儿。我知道你累，我也没让你去我这儿，但是呢，不好久都没见你了嘛，想你了，所以我决定今天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走啊！啊！开门。哎呀，我有点饿哎，要不然咱先吃口东西？随你。好。行了，你别老这么看着我了，跟看犯人似的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陆军啊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。你知道我找陆军哈？哎，演呀，继续演，也饿，也能吃东西。咱俩认识多久了？回回一骗人你就给我吃东西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不是你这也太没劲了吧？合着你要炸我呢是吗？太狡猾了。行了，早睡。我以为你真想我。想你个头啊想！我再问你一遍，陆军到底在哪儿？别跟我说不知道啊！你刚打电话时我都听到了。我刚才打那电话。什么你啊？你什么你啊？你今儿不告我也行，反正上海就这么大的地儿，我大不了托人找关系，我横竖也得把他找出来。到时候我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喽。你以为你现在脾气好？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找这陆军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就是一干活的，怎么着？你还想帮人打抱不平啊？你说我干什么？我要钱呀我！耗子那婚礼主题是他想的吧？啊，他现在人跑了，凭什么小玲替他付钱啊？真就是要钱这么简单吗？你觉着呢？何大爷，你是不是由此击毙又想到咱们以前的事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我，人陆军是陆军，你有什么脾气冲我来啊？你难为人陆军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是有多闲啊？咱俩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我早忘了。这次我惦记一句不少钱。我真的是为了要账的。啊？你要债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真不知道这陆军在哪儿。你想啊，陆军消失了，所有人都在找他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所有人都过来问我，所以呀，他最不可能告诉的人那就是我。你觉得呢？对嘛？你想啊，这陆军啊，接电话呀？那就不用接，这外地号一看就是骗子。陆军这事儿啊，跟我你要……你那骗子还挺执着啊！啊，你看现在这些诈骗的，我必须得装一个那个拦截软件，改天我也给你……哎，喂，老畅，哎，你一会儿过来，顺便带点钱哈，要现金，回头还你。哎，说话。啊，行，知道了，你赶紧挂了。快吃吧，都凉了。
你是想打电话还是发信息啊？要不要我帮你？不是，我看一下这坐热，你冷不冷？咱听会儿音乐。行啊。你热啊？不热。怎么都要冒汗了？啊，这空调开大了。进来吧，傻看什么呢？算了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怎么，之前在酒吧的时候特英勇，现在都到了，想临阵退缩呀？我那是喝酒了，我现在酒醒了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。瞧你那样，还以为你多能耐呢。别以为男孩就没有洁身自好这一说，况且你是个好男孩，比我认识的大多数男孩都单纯。可千万别学那些坏毛病，觉得到处睡几个姑娘就特能彰显威风。我可没有啊！你不是说这夫妻之间以牙还牙才平衡吗？第一，你和何大爷那根本就不叫夫妻。第二，我说过那么多的好词好句，你怎么专挑错的学呀？真是学坏容易学好难。进来吧，就当认个门了。不，佳佳，是真的，我真不进去了啊！我这忙还没帮到你呢，你就准备走了？不，这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但何大爷这事儿我也忘不了。你说那以牙还牙我也做不到，真的，我谢谢你了，改天再说吧啊！我真走了。喂，是不是不让你忘，不让你失身，其他什么都行啊？进来吧。不是说不失身了吗？怎么还脱衣服啊？别误会啊，为了帮你这是必须的呀。我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不以牙还牙了吧？逢场作戏会不会？你拍一张咱们俩暧昧的照片，回头发个朋友圈，这样没准何大爷就能看见了呢。那可不行啊！你刚不都说了吗？我是个好男孩，要坚守贞操。万一何大爷看见了，那肯定认为我是个随便的男孩，再跟一个随便的女孩在一块儿，那怎么办呀？不行不行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谁是随便的女人啦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看你特别好，又乐于帮助别人，可是你随便把我就带到家里边，可能你不在乎啊，但万一我是个坏人呢？你思想可能比较前卫，但是什么？我怎么就随便了？我是之前有很多个男朋友，但是我每一个都是认真的，而且我不会随随便便就把什么人都往家里带。这是我家，不是我工作的地方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有很多个男朋友倒没什么，可我不一样啊，我是踏踏实实对一个女孩好的。你这话挺有意思的啊，合着你的意思就是，男人有很多个女朋友就是花花公子，女人要是有很多个男朋友就得被外人唾骂。不是，你先别生气啊，可能咱们俩的观点不同。哎呀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那么一听吧。这是观点不同的事儿吗？石头，虽然咱们俩没认识几天，但是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，所以我才会毫不保留的把我的过去都告诉你，而且不遗余力的帮你。你现在可倒好，反过来教育我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懒得跟你说，你走吧。不是佳佳，不是我把你当什么人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当什么人了。说实话，佳佳，我觉得跟你接触这些时间，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好的人，但我这人有时候嘴笨，老说错话。但你那么聪明，你肯定知道我什么意思啊。再说了，你说你在酒吧，你跟那些男人放电，我就觉得你不是真的快乐。我拜托你别太自以为是了好吗？怎么跟男人放电就是骚浪贱？我是开店做生意的，难道你让我成天垮着一张脸跟讨债鬼一样？
你现在跟那些在外面看到女孩被性骚扰，还反过来说是因为女孩穿的少的人渣有区别吗？不是，我知道你是个随便的人，我知道你不是个随便的人。我的意思是他们没跟你接触过，他们又不了解你。你说酒吧什么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。万一哪天碰见个流氓欺负你，你说我打不过他，那你不就吃亏了？不，你笑什么？我认真的。和谐社会哪那么多流氓？就算有，身为一个男人，是不是应该想的也是怎么锻炼好自己的身体来保护女性，而不是让女性不看不笑不交流来自我保护？不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可以交流，但是你不要跟陌生人交流。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别人。捂着嘴，我不说了。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白痴。我再纠正你一点，我不会随便相信什么人，也不会随便把什么人都往家里带。我原先有多少个男朋友，并不耽误我现在。有些男女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，也并不耽误他们就是个人渣。行了，我给你赔礼道歉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说了。你现在就认为我是个人渣，好吧？你跟我生气也不值得，真的。那你照片还拍不拍啦？我都把你气成这样了，你还帮我？因为我是个好女人呐。上来吧。那好吧，那就拍一张啊，但这一张不要太过分，就是合影的那张。理想不正常，我都不给你这个机会。行吧，来。你家好大呀！小心点儿。说好了啊，一会儿见陆军只能提尾款的事儿，别的事儿你都别提啊。人家在家里的事儿，你少掺和，听见没？哎，你要不同意，我现在把你揪走了。我给陆军打电话，让他换个地儿藏。你敢？小撇们，枪让我踹了啊！是这间是吧？是，回来。记住了，少说话都要紧。怎么才来呀？等你半天了都。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我吧？哎，陈芳，嗨，大姐，欢迎，怎么会不欢迎？坐，你们坐，随便坐。哎，行啊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就去烧点水去，好吧？不喝水。大爷，你上次不是都同意我们走了吗？是啊，是我放你们走的，没错。我没有让你玩消失吧？班也不上了，家也不回了，电话也不接，给我连个信息都没有，这么对待你们的恩人啊？哎，你看，这不是人也找着了，挺好的，是吧？你怎么话这么多呀？你知情不报的账我还没给你算。算，肯定得算，回家再说啊。你看这人也找到了，你不是要钱吗？是吧？不去，滚！你这尾款总得还吧，是吧？这人都跑了，你总不能让人小林帮你还吧？啊，应该我付。那个，不过大爷你也看到我现在这情况了，是吧？什么情况啊？这小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要不然这样，我回去以后立马把钱付了，你看行吗？这样吧，我先帮他结了，是吧？你回去再给我一样的啊。特仗义是吧？钱特多，我什么事都得管，一起过得了。兄弟嘛，是吧？坐下。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去厨房烧点水吧。别去了，水在这儿，一起冲。现在呢，外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俩躲在这儿过小日子，挺好的，是吧？哎呀，躲着也行，反正多大的事儿，时间都能给磨平了。可是人言可畏啊，这是最可怕的。陆军儿，结婚那天可热热闹闹的，亲戚们、朋友们都来了，你这父母还挺高兴，等着将来能够抱个大孙子呢。啊，
你开个坦克就来了，把他直接带走，放小玲一个人戴个耗子头在那儿站着，尴不尴尬呀？父母的老脸往哪儿搁？你们可以不在乎，可是父母怎么办？小玲怎么办？你们都想过吗？我承认我对不起他们，大爷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小玲呢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一开始我觉得也没问题，但是这2天我想明白了，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做主？难道我自己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我承认我对不起他们，大爷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小玲呢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结婚对象，一开始我觉得也没问题，但是这2天我想明白了，我的人生为什么要由别人来做主？难道我自己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有，当然有了。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幸福，但你这点勇气是不是来得太晚了呀？当初和小玲领结婚证前，你怎么没有这份勇气啊？追求幸福不等于把所有的难堪抛给别人。是，我让你们走的。我以为你们能够处理好后面的事情，可你们呢？躲在这儿不负责任的玩消失，好吗？陈芳，你也别生气。我呢，就是希望陆军能去见小玲一面。哎，不是说好了只要钱吗？凭什么所有烂摊子小玲一个人顶着？这么做对得起她吗？你们替她想过吗？是，你觉得这样子是对得起自己的内心，对得起身边这个姑娘，可是人家也是好姑娘，凭什么就你来辜负我？现在小玲心中的结，只得你给打开了。希望你们不要这么自私。话就说这么多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何大爷，说好了不提别的事，你怎么还提呢？我愿意提就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他都混成那样了，家都不敢回，你还火上浇油啊？你的意思怪我了？哎，是我让他逃婚的吗？是我让他躲在这里来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你俩可真般配啊，连逃婚的步骤都一模一样。要不然你俩一生一世一起过得了，也别交什么新朋友去祸害别人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跟他能一样吗？啊？他心里惦记别人，我没有啊。他跑了以后就没回头，我回头了，我还拉你一块儿跑呢。再说了，咱俩要离婚，是谁要离的？那我还应该感谢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发个荣誉证书呗。不是那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拿去啊，车在这儿呢。哎。大爷，走啊！何大爷，跟我走！哎，怎么走了？哎，
什么情况呀？这是，说呀，说话。笑什么呀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陆少。没有不爱你的理由，没有不放开你的手，奔向下一个幸福的路口，点燃心中的温柔，流星还能飞多久？它的美是否依旧？让我的爱随你坠落，留下永远的守候。再跑两步，再跑两步。不是，妈，不跑了。你赶紧跑吧，后面人追上去完蛋。跑什么跑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不想娶我，你可以早说，你非得选今天开诚布公的把我甩了，是不是啊？何大爷，你别信口开河的有点冤枉我啊！我跑是因为那司机的话把我吓着了，什么又生孩子又有孙子的。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，我哪想得了那么远的事儿啊？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承受这么重大的责任。我们俩从决定结婚到今天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用来悔婚，你干嘛非得选今天？你成心的是不是啊？我不也拉你一起跑了吗？所以我应该谢谢你呗。我不是那意思，你看，我觉得你一女的也不容易是吧？我把你一人留在那儿丢人多不好啊！而且我这么走了，那以后传出去对你也不好啊！就是以为你多凶呢，把我吓走了。你先别说这个，咱先走行不行啊？你也知道丢人呀。行，我谢谢你啊。不是你嘛呀？那么大的烂摊子丢在哪儿，总得有人回去收拾吧？你现在回去往枪口上撞，你傻呀你！我要是不回去把这件事摆平了，我父母的老脸往哪儿搁啊？我心里都淹死他们。那咱俩怎么办呀？离婚。何大爷，我不离婚。刚才我就是被吓着了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离开，也许能遥远的相爱，放开，只为了再重来，等待那一天和你相遇人海，带着幸福坠入你的胸怀。我觉得这个。你哪个颜色太艳了？这个吧，这我看得见。好，请稍等。黑色的那个重。您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张梦，你不会是要给我买钢笔吧？我们学校还不让用钢笔呢。不是买给你的，是送给大叶阿姨。你看大叶阿姨的公司周末就开业了，她还继续让我们住在那儿，所以礼尚往来嘛。你说爸爸是不是应该买个礼物送给她？行，那我不要这个。好的，你稍等，帮你拿个新的。那我是不是也应该送个礼物给大叶阿姨？小孩送什么礼物？我告诉你个省钱的招儿，开业那天你抱着大叶阿姨使劲夸她，说大叶阿姨你真美、真瘦、真漂亮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就这么着。您好，您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我帮您包起来。哇塞！洋洋，别乱跑。凑什么热闹？快点！哎呀，回家了，写作业了。改天我再带你啊。哎呀妈！快点，赶紧先写作业。
哟，是你们啊？跟你们说是猛哥吧？猛哥，在干嘛呢？哟，这是你儿子吧？哦，洋洋，快，真可爱啊！哥哥好。你好，叫叔叔，叫什么都一样。猛哥，最近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可是好久没有在 T 台上看到你了。对啊，我年龄大了，也该改行了。看你们一个个的条件这么好，竞争又这么激烈，我就别凑热闹了。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跟你可差远了。是啊，你看我们也不会接商场这种活呀。就是。哎，这个活是公司的还是私活？我们哪敢接什么私活啊？公司接的。现在这个世道啊，比我们年轻人那么一波一波往外冒，我们也只能赚这种商场的钱了。你们还不年轻啊？想当年我在你们这年纪是刚出道，你们的机会多的是，一定好好干。再年轻也20好几啊！猛哥，你不知道，前2天公司来几个受训的，最大的年纪才18。嗨，这行啊，就是一波一波的，没办法。哎哥，那件事情对不起了，害得你被广告商开除。没事，没事，别提了，都过去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啊，那个你们前途这么好，没连累到你们就行。没事，以后千万记住了啊，跟品牌还有公司一定要搞好关系，没坏处。是。我们哥几个一直想请你吃饭，你说这时间也老对不上。是啊，不用，太客气了。哎，咱们周六是不是没活动？对，周六要不请你吃顿饭吧？周六。哦，周六啊，这周六还真不行，我一个朋友的公司开业，我得过去。啊，没事，那就改天呗，反正来日方长。哥，你对我们的好，我们可没忘记啊。行了，是吧？你们先忙吧啊。对，行，打扰你们。好嘞，行啊，好好干啊。好嘞，再见啊。你们等一下，反正大爷阿姨的公司在我们家开业，一起玩不就行了吗？他们又不认识大爷阿姨啊，别闹了啊。认识。啊，行啊，没事，反正我们有空，要不就当帮你的朋友宣传宣传。对啊，到时候把地址发给我们，我们到时候过去人多热闹点。那行，那我把地址回头发给你们。你们要周六真没什么事儿就过来玩了。行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们先忙吧。拜拜。好，哥回去啊。拜，回见啊。哎，拜拜。就你能张罗？不是，都是大帅哥，大爷阿姨肯定喜欢。你爸爸一听也帅着呢。溜达来溜达去的，也不知道搭把手。喝什么呀？啤酒。好。果汁。果汁啊。大爷，你平常不刷朋友圈？哪有那闲工夫呀？怎么了？朋友圈有什么好玩的？我看看呗。没什么，别看了。哇！别看了。你小子够可以的呀！啊，老何，你快看看，你看看。别给大爷看。少。那女孩特烦，天天缠着我。再看看。看，给点反应呗。啊，恭喜你啊！祝你百年好合。哎，你的婚礼姐帮你一定好好办。来，开饭了。快坐下吧。都齐了哈，这是咱们这个月工资，你的。哇，这么多啊！收着吧。钱这么快就到账了？也不是，很快会到账的。拿着给洋洋买东西。我就算了吧，你看我这入职也没几天，也没干什么活儿，先给公司做补贴吧。要不就算到下个月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，像老何这样的铁公鸡发钱比 UFO 还少见，赶紧拿着，别让他生气，别少骂咱们两句啊。我呢，这个人就喜欢散财，我觉得先散财才能聚财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够蒸蒸日上。来，蒸蒸日上。朋友们，
宝贝儿，嘿嘿，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吧？啊，我和你爸都挺好的，有没有想妈妈呀？妈，你这可是我高中要零花钱的开场白啊！说吧，什么事啊？你妈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就想着我闺女现在自己开公司了，当老板了，忙不忙，累不累？不过你这么一问哈，哎，我还真想起一件事儿。隔壁的张阿姨还记得吗？是不是她又买什么衣服你给看上了，让我买啊？哎呀，什么呀？她那个品味，买什么衣服都不好看。可是她有个姐姐就不一样了。谢谢。她姐姐的儿子呀是个海归，刚刚回国，现在人就在上海。喂，妈，我的事情能不能别操心啊？我最近特别忙。哎呀，再忙呢，这吃顿饭的时间总该有吧？这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啊，待会儿啊，我把时间呀、地点发给你，你给我准时到啊。哎，不是妈，你怎么随便安排我的时间呢？你跟我商量商量啊。商量什么呀？我是你妈，你是我闺女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说了算啊，就这样啊。喂，妈，哪国的海归啊？偷听我电话是吧？小心我扣你们工资啊！大爷，我饿了，陪我去吃饭吧。行啊，那就当散伙饭吧，陪我喝点哈。对了，咱俩结婚也没拍个什么婚纱照，要不在这拍张照片吧，也算是留个纪念。你说呢？来，我不知道。快点。1、2、1。走啊！谁啊？您的快递。来了。哎，陆先生，你的快递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哎，本来要请你吃的，怪你没口福。好，谢谢。我要跟何大爷表白。你疯了吧？我先不说你们俩合不合适啊，你就挑这兵荒马乱的日子跟他表白，你不是给他添堵呢吗？我怎么跟他添堵了？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能代表我真心。锦上添花容易，雪中送炭难呀。我就是让何大爷知道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无论战争还是和平，我石涛都有一颗不离不弃的心。我就是想不明白了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长得也不错，哎，身材也不错，家庭条件也不错，大把的妹子可以追，你干嘛非得黏着何大爷不放呀？
他人好，有时候是嘴硬了点，但其实他心特软，特脆弱。这又不是搞慈善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心软人好，你就爱上他吧？他现在需要人保护呀。我还需要人照顾呢，你怎么不爱我呀？你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喜欢成熟稳重的。不是，我跟何大爷表白，你那么大反应干嘛？你不会吃醋了吧？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喜欢的是那种有趣的大男人，不是你这种纯情的小屁孩儿。我呀，一直把老何当亲姐姐看，所以我说句实话吧，我觉得你俩不太般配。怎么就不配了？我就是年龄比他小点，其他我都有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一颗爱他和想保护他的心。再说了，我现在年龄23，这搁以前都有人叫我爹了都。和大爷去相亲，你说我现在能不着急吗？他之前说他没有结婚的打算，我就想着在身边默默的守护着他。谁知道现在整这么一出啊，2个陌生人就见几面就要过一辈子，听着都可笑。再说他身边不还有张猛吗？你说他们这么多，你说我现在我能不着急吗？我现在你都知道相亲不靠谱，老何能不知道吗？他就给他妈一面子，走个过场。至于张猛嘛，我觉得他俩更没戏。何大爷怎么着也不能找一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还没钱的人吧？照这么说，不我最合适吧？不是姐，你这样，你最起码你帮帮我，你就帮我想想他现在缺什么，或者是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的搞定何大爷？迅速搞定？对。何大爷要能被迅速搞定，那还是何大爷吗？喜欢什么？缺什么就喜欢什么呗。缺什么喜欢什么？何大爷缺钱。你有吗？我现在没有，我妈有啊。是吧？你妈和何大爷贼合适。哎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肤浅呀？他是缺钱，他也喜欢钱，但他最缺的是爱。缺爱？你别看他平时刀枪不入的，好像什么事都能扛，但其实呢，他就是一兵疙瘩，只要给他一点点温暖，就能把他给融化。懂了，缺爱是吧？送温暖是我最擅长的。你最擅长是被何大爷揍。我劝你把你那些爱与恨深埋在心底，别给他添麻烦，行吗？干什么呢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有趣的大男人，你就八卦。不会是介绍给何大爷的吧？放心，这个给我自己留的，跟他不合适。走了。缺钱。
缺钱。缺爱。不是你在这晃来晃去的干嘛呢？我这不是增加点运动数据吗？走走。怎么样？这不公司快开业了吗？送你个礼物。哟，什么时候这么开窍啊？行吧，礼多人不怪。哎，我这手站着呢，你送的什么呀？啊，是支钢笔。这不公司开业吗？想让你以后签合同的时候就用这支笔。然后也祝你公司的业绩一帆风顺。行，那我就借你吉言，谢谢了。啊，洋洋还有个礼物呢，但是活的。哎，什么活的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养一只狗了，你不能再养别的了，狗儿都快养不活。不是狗，是买礼物的时候吧，刚好碰到我们以前同事了。我本来想寒暄几句就走了，可那洋洋非得拉着人家要参加你的这个开业典礼。我知道你这人也不爱凑热闹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是嫌麻烦，我就给人回绝了得了。别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呀，你非得弄这个开业，那我就想，开业总得热闹热闹吧。咱们公司就这么几个人，我还合着要不要雇几个群演呢？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。我那么爱生气啊？那行，那我直接把地址发给他们。你那些前同事是模特吧？啊，刚好开业的时候，我那些婚纱就到了，让他们帮我穿着礼服婚纱拍几张照片呗，我就可以放到我的宣传册里，还能省点钱。行啊，小事儿，我跟他们说一声就行。行。这个巨鹿路758号是靠近哪条路啊？富民路，你去那儿干嘛呀？相亲呗。你还真打算去相亲啊？我们家王母娘娘找的活儿，我要不去，她得冲过来给我掐死。只要能哄她开心，我就去应付应付呗。嗨，你也别这么想，万一碰到一合适的，遇到真爱，是不是？靠相亲找真爱，你疯了吧？从小到大，我连再来一瓶都没中过。哎呀，这么好的事儿是不会落在我头上的。其实这个事儿啊，你也别那么想，反正是你妈介绍的，人啊肯定错不了。父母之命才可怕呢，眼前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吗？陆局跟小林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反正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剩下的事情靠他们自己吧。儿子，你长大了，妈要不要以后回家的时候按门铃？不是妈，您说的这是哪跟哪儿？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偷您的钱，这是说的挺别扭的这话。我的钱不就你的钱吗？怎么叫偷啊？那叫拿。
不是，妈，这您辛辛苦苦挣的钱，我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拿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错。哎呀，这干嘛呀？跟我分得那么清楚，真是的。妈的钱就是你的钱啊。来，够吗？哦，你用这些钱干嘛呀？这我用它干什么我？没关系的，只要不做违法乱纪的事儿就行。你下次需要钱的时候就跟妈妈讲，或者你自己来拿嘛。保险柜的密码你都知道。好了，妈要早点睡啊。啊。哦，你也早点睡啊。啊。请进。哇，哟，还烛光晚餐呢。哎，你人来就行了，还带什么东西啊你？本来是什么都没带的，得亏我车上有瓶酒。美酒，你这跟我这牛排好像也不搭呀。你怎么那么事儿？人管它搭不搭呢？有酒喝就不错了。啊。哎，会煎牛排吗？合着你把我叫过来就是给你做饭的呀？就我那厨艺啊，是真的不灵啊！这么好的肉，但是我给煎毁了。我说你下次再请人吃饭，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最起码点个外卖，有个成品吧。外卖多不健康啊！我看你这手艺不错，以后就都你做饭吧。行啊，你把我娶了，我天天给你做饭，我正愁没人要呢。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，好了好了。真应该点个外卖，还把你给烫着，还疼吗？做饭嘛，被烫一下很正常。你看我这儿，这不都是吗？还有疤呢。这家伙还真是啊！你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。哎呀，我这叫自力更生，而且女人学会做饭，这叫贤良淑德。最大的心愿就是做饭给我喜欢的人吃。我妈说了，想要抓住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。虽然这话后来得到验证了，男人的心和胃是分开的。就算抓住了男人的胃，心该跑的时候还是会跑。可是女人学会做饭，这是一项技能，技多不压身嘛，对吧？哎，我听你这梦想也不是特别难呀，啊？怎么这还没实现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不够聪明吧，总是后知后觉，等到失去了才意识到，哦，原来我一直喜欢这个人呀。这瓶酒其实在我后备箱都搁了快2年了，本来是要送给一个人的，结果没送出去。哎，合着我今天喝的还是一瓶陈年老酒啊！哎，为什么没送出去啊？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喜欢我的时候，我没意识到，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他就喜欢别人了。自从我明白失去有多难受之后，我就发誓，如果我再碰到喜欢的人，我一定会快马加鞭的追。他不追我，我就追他，我甚至可以配合着他倒着跑，就算失败我也不后悔。我就是要做个厚脸皮的姑娘。你知道吗？
你是一个特好的姑娘啊，那人没等到最后，是他没眼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话好听啊，再多说2句呗。多说2句，行啊，你就拿我来说吧，是吧？要是哥3年前认识你，我肯定追你，必须得是付出一切的把你追到手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现在认识也不算晚吧？晚啊！哎，我这辈子呀，心里只能容得下我那前妻。我估计把她伤得太深，我也亏欠她太多。嗨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我就是一混蛋啊！咱俩呢就踏踏实实的做这好朋友，千万别让我霍霍你。你就臭美吧，你还想霍霍我，我还不乐意呢！啊！来，那我就祝你早日找到那个对的人，也祝你脸皮越来越厚。啊！陈年老酒不错，尝尝你手艺。真出事儿了？不可能吧？他这人一向谨慎的呀。马有失蹄，人有背孕，浪子回头都以为自己铁定能安稳过一生，但架不住回头看见那人，是奔着没有他的未来去的呀。他生意做那么大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落难了？俗话说得好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吧？瘦死的骆驼，但凡倒下来都有可能是致命伤。稍微上点年纪，男人其实都脆弱着呢，根本就不经事儿。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特高兴？何止应该高兴，要我，现在就买鞭炮上他家楼下放去了。可是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失落呢？说实话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也不会有我，你懂吗？不懂，你也不是那种伤春悲秋的人呢。你应该感激他过去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。他没有不娶我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在香港其实有老婆了，才主动跟他提的分手。他也算是个君子了，觉得亏欠我，所以才留了那套别墅给我。如果没有那套别墅，也没有我的第一桶金。打住吧啊！他要真对你有情，那跟他老婆离婚之后，为啥不先来找你啊？到头了还不娶一网红，品味太差就不说了。香港人都不看八字的吗？那女的就是个扫把星。行了你啊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女性同胞的吗？她落难了，关那姑娘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你是不是直播求红包把你脑子给求坏了？还有，是不是因为人家是你平台的第一主播，人家落难了，你现在就这么说他？姐，你可拉倒吧，他还落难呢，人家那是东山再起，小点声。拿着香港户籍带着钱回来的，豪宅上写了自己的名字，又回来直播了，还改走名媛风，一堆富二代围着转。好啦，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别跟我说，脏我耳朵。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开瓶香槟王，庆祝一下？就知道你是冲着我的酒来的，是该庆祝一下。那我再叫几个朋友一起啊，热闹热闹。佳
佳佳，你在酒吧吗？我找你去吧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你们都喝一会儿啊！总玩赖，你看你，来啊，来，大家来了，今天必须都得喝开心啊！干杯！必须！哎，大家你得快点喝，快点喝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你？我那儿跟我一块喝呀，走。这么多酒全你们喝的？对呀，我们这儿玩游戏呢，我总输，你帮帮我来。小帅，等会儿，咱们今天玩，今晚加酒就不怕，你得喝。不，这真没有。你得赢下10个，我来。哎，10个，你来喝。开始。干！你说点事儿，快说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小帅哥要单独跟我出去聊会儿，等我啊，快点回来，等你。来，我们干杯！妈妈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嫌你穿的少，怕你着凉了。真打算表白了？本来我想这事儿得慢慢来，谁知道人突然要相亲了，而且我现在不知道到底对我什么想法。现在对手竞争这么激烈，虎视眈眈的，我现在这情况吧，就是四面楚歌，没法迂回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的。要是人家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你表白不成，朋友都做不了了。我俩本来也不是朋友啊，我把人当女神，人把我当小弟弟，这谁把谁也没当过朋友。行，你要是表白呢，我支持你。做人嘛，敢爱敢恨才活得痛快。就像咱俩，你敢爱，我敢恨，正好凑一对儿。我喜欢上何大雁，谁都知道。那你恨谁啊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慢点。你说这人也挺奇怪的，当初爱的死去活来，一冲动把对方名字纹自己身上，啊，等时过境迁后悔了，又哭天喊地要洗。哎，用词要准确啊！谁哭天喊地了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破了产，老婆也跑了，普天同庆啊！哎，你那纹身在身上多久了？不知道，好多年了，记不清了。这么长时间不洗，就挑今天洗？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一定要做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来庆祝一下。我一直觉着，把对方名字纹自己身上，就是没信心记得他一辈子，只好拿身体的疼来代替。其实，是洗纹身更疼吧？石涛先生，啊，你跟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忘掉比记得难。我认识的佳佳，不是因为前男友过得不好就开心的人，你那哪是开心呀？你那其实是关系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就是诚心不让我好好过是吧？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横竖这个纹身我都没必要洗，就放在身上一辈子了是吗？
别急，这么多人，不是你如果心里真没这么想，那洗不洗都无所谓。好了，你既然这么想了，那就按你想法来，啊，自我安慰也挺好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今天高兴就是高兴，我不在乎那就是不在乎。还有疼不疼我自己受着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你让我洗啊？我还不洗了呢，我。不是姐姐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姐姐，哎，姐姐，哎。虽然我们不停错过每一场电影，但猜到了所有剧情，结局早已清晰。虽然每次相遇都像是一种逃离，喂，但还是我，忍不住温习。一点不顺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跟我说。我不需要贷款，也不需要信用卡了。不是非要有结果的感情，如果爱在结束之前尚未发生，我们会不会在某个街角重逢？别转身，我不能够保证一定能听得清你最后说再见的语气。干嘛呢你？我健身呢。还以为你上吊。哇，你今儿怎么穿成这样啊？相亲。你不是不重视这次相亲吧？我是不重视，但不代表我不重视自己的形象啊。那男的他们家亲戚刚好跟我妈又是邻居又是宿敌的，我要打扮的邋邋遢遢去了，那我妈肯定气死了。我马上得走了。你不是约他下午相亲吗？这么早出去干嘛呀？是啊，我得去见几个客户，难得打扮一次，我不得充分利用啊，不能浪费啊，对吧？祝我相亲成功，快点！祝你相亲成功。拜拜。才怪呢！洋洋，张总，你今天怎么来接我了？因为爸爸要请你吃饭，西餐。好啊！来，书包给我。跟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走，吃西餐去喽！行，我到时直接给你打过来。我还以为吃西餐又是去麦当劳呢，没想到你这次这么大方。什么时候对你不大方了？服务员，我要菲力牛排7分熟配黑椒汁。菲力牛排7分熟。什么7分熟？那个小孩吃什么7分熟呢？那生牛肉里边万一有寄生虫怎么办？都不会生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要全熟的，配番茄酱。我再加个披萨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张某，你以后在公共场合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？你说的不对，我还不能反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怎么不对了？牛排就是应该这样吃的，全熟的就硬了，再配上番茄酱，还能吃。那你听谁说的？你吃过牛排啊？
王叔叔和妈妈教我的。张萌，张萌，何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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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爷，你小点声，干嘛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呀？闭嘴！大叶何啊，不，何大爷。哦，sorry，在我们的国外啊，都喜欢把人的姓放在名字的后边。子康张是吧？Yes， 何小姐学习能力很强啊。哦，by the way， 我觉得您本人比照片还是要 good looking 一点。sorry。哎呀，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 too long 了，所以我的 Chinese 啊已经不太会 speak 了。我是说您本人比较好看。啊，谢谢。可是你跟这个照片有点差别有点大。哦，that's 10 years ago。他们都说我现在本人比较 handsome 一点。是成熟那么一点点。Relax，take it easy。我本人很 nice 的。我也很放松啊。太好了。您看看菜单，吃点什么？行，谢谢。那个，就牛排就可以了。OK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点什么？给这位小姐来一份牛排。牛排几分熟的？要7、8分都行。7、8分。OK。您呢？我也来一份牛排。您也是一份牛排，几分熟？我要我们要不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？先沉住气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说不好人谈什么正事儿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个约会嘛。大叶居然有男朋友？你想到哪儿学的那么多称呼？他不是她男朋友，连朋友都不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谢谢啊。张萌，你是不是故意带我来这的？哼，我还以为你是奖励我考英语得了100分呢。爸爸当然是奖励你来的了，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个何大爷也在。哎，要不我帮你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？吃你的饭，少掺和大人的事儿。别把衣服弄脏了。偷听这种行为可不太好，更何况是公共场合，怎么偷听呢？多显眼呀！啊？我可以坐到他们后面那桌去，这样就不算偷听了呀，只能算是不小心听到的。你小子鬼点子越来越多了，
我可警告你啊，点子多是好，但用在正道上，可别学坏了啊。我鬼点子多还不是因为太笨，我要跟你一样笨，日子还怎么过？我是觉得，像您这个年纪的 lady， 基本上也都已经结婚了吧？可是您却没有，您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太 understand 了啊！你都条件这么 good 了，你也没有 marry 啊，你来相什么亲？We are so different。像我这种呢，情况是比较 perfect， 当然要好好挑一挑了。再说我的母亲把我的 schedule 安排的是太满了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就比如说，您觉得今天咱们的会面是比较 match 的话呢，咱们就赶紧把婚约定一下。安排完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懂啊。我们俩现在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彼此了解一下，然后再提婚约这件事情嘛？毕竟结婚是这么大一个事儿。What？ 我以为我们的父母和亲戚朋友已经把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比如说我的生活状况、我的身体情况，以及我的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工作环境什么的，不都了解的很好了吗？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？好，就算我们条件相当，但是难道不应该彼此之间来点电什么的，互相有点感情吗？啊 ，That's not important。The first， 我希望你做的就是生孩子，最好是生男孩子。And the second， 我觉得我的妻子啊，在结婚以后就不要出去工作了，因为毕竟女人就不太适合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，对不对？OK， 就算您说的这样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应该干什么 ？So many things to do。生孩子、养孩子、孝敬公婆、相夫教子、做家务，这些做的难道还不够多吗？毕竟女人生出来啊，就是来做这些事情的，不是吗？哦 ，by the way， 我觉得婚后呢，我会支付孩子相关的抚养费用，每个月还会给你3000块钱，做零花钱。太多了。啊，可以商量，可以再商量的。我就说，成熟的牛排太硬了。硬点，但是健康。哎，咱们说什么？咱们好像说什么结婚生孩子。那个男的说希望是生个男孩。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何大爷不是说不结婚了吗？还说什么？我好像知道。就是信任这些。那你这个孩子听了些什么话？这是？你们大人说总是让人听不懂，你要想知道自己去听呗。哎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站着明刚，躺着密人肠，我偷听人讲话，这丢不丢人啊？如果您非要出去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我就留在家里面照顾家庭，我是不会介意用妻子的收入生活的。那我付你3000块是吧？可以呀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咪说何小姐今年已经32岁了，对吧 ？No， 你妈咪说错了，我今年只有31。哎，珊珊，你可以坐下。哦，咱步调。哦，谢谢。whatever， 我是比较担心何小姐的身体状况，所以我建议最好咱们在结婚之前做一个全面的婚前健康检查。如果能够证明说您的生理机能全都运转正常了的话，咱们立马结婚生孩子。张先生，您是不是有点……是不是你太自我了？不好意思打断你讲话，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。就我们家大叶在家喝水，都是我倒好了端到对面，脏活累活就更甭说了，不可能让他碰一下。怎么到你这儿就让直接生孩子呢？哥们儿，
不是我说你了，就你这素质，你配让女人给你生孩子吗？你哪位啊？你是？我哪位？啊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何小姐，你拿我开玩笑可是的啊！你这个玩笑开大了！你明明有男朋友，你还出来约我见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太不诚恳了！谁帮you？你怎么你还要动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我不想跟你理论啊，我今天。This money is for my 牛排，你自己付。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哦，我记得你。什么神那个，谢谢啊。啊，这举手之劳嘛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爷阿姨，哟，那臭小子也在这儿啊？对呀，张猛就是特地为了过来看你，所以才这么。这考试考了100分，让我奖励他，然后那没有，就是特意。有好吃的，好，那你一起吃吧，我们坐那边啊。没有，就是特地的，我就是特地的。你给我坐好了。哎，服务员你好，这边这个牛排买单。佳姐请客喝酒啊，你可得多喝点。我少倒点。来，多吃点东西，加点酒。谢谢佳姐。好嘞，佳姐。哎，你自个儿心情不好，别拿我东西耍啊！万一给我摔碎了，你赔啊！上回光顾着解决你问题了，我的事儿还没解决。你的算什么事儿啊？你不就是缺爱吗？缺什么补什么。你郁闷什么呀？我倒是想补，你说我怎么补啊？之前都是大爷在照顾我，好不容易照顾他结婚，再说这主意是你给我出的，你说，哎呀，说我现在怎么办啊？那你就跟他求婚呗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聋了？不是，我求什么婚？我俩还八字没一撇呢。再说我都没表过白。表什么白呀？求婚就是最诚恳的表白，就是最霸道总裁式的浪漫，女人都吃这一套，懂吗？不是，可是大爷说他不想结婚。说你傻，你还真不聪明。女人说不想结婚，那都是假的，说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。他这是在干嘛？给自己留个面儿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佳姐说的没毛病，都对。真的？那佳姐能骗你吗？来干杯！对呀，要么他干嘛去相亲呢？就是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酒不喝了？我得想想，我得好好想想。长得挺凶啊你！不是，你真够无私的啊！没到嘴的鸭子往别人怀里送。这不明摆着要输给我们的吗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叫富贵险中求。与其听她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那个老女人呐，不如一次性把这事儿给做绝了，让她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但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到最后你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呢？哎，你想想啊，这女的要是没答应，这孩子是不是得找你闹？她万一要是答应了，你岂不是更没戏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人做人怎么这么悲观呢？一个失过婚、创业中的老女人，答应一小鲜肉的求婚，她答应得着吗？再说，就算她不答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什么呀？我是知心小姐姐，专门负责受伤后的抚慰。你快拉倒吧！费那么大半天劲给我们打赌，就为当一知心小姐姐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就是。你是不是真爱上她了？
说实话。说什么呢？我家家纵横时尚圈这么多年，我能看上他？来吧，喝酒吧，小姐姐，来敬小姐姐。耶！你下次能不能给我少放点冰啊？太对了，就是，懂不懂威士忌？照顾一下女性同胞好吗？行啊，我猛哥现在厉害了，学会跟踪了，长本事了呗？没跟踪你，我哪有那本事？就我这智商。这不，洋洋想吃西餐嘛，我就带他去。这不是不小心碰到你了，然后顺便帮你看看相亲的人嘛。哎呀，你这不小心顺便的挺故意的哈，用得着你看？你在我心里是特别好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。虽说相亲这事儿不靠谱吧，但凡事都有个例外。你说万一你俩要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，你说谁王八呢？骂人啊？不是，我没说你是王八，我说相亲的小子他是王八。那我就绿豆呗，你看我哪儿豆啊？不是那意思。会不会说话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还真有人说长相狗像什么来着？像阿富汗猎犬来着。没事，我上去了哈。哎，阿姨那边怎么样了？你准备怎么应付？你不说我还把这事忘了。哎，你在那人面前说你是我男朋友，那我妈问我怎么交代呀？没事儿，实在不行我就凑合凑合先演你男朋友得了呗。什么叫凑合凑合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在阿姨面前演你的男朋友，在你朋友面前就当没事儿一样。臭美嘛你就，得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看着好好的。看，整天不是看电视就看书。你关心那么多新闻，你想当国家总理啊？哎呦，你说我看书也不对了，我关心国家大事儿哪不对了啊？就得像你们那三姑六婆似的，整天在一起嚼舌头根子才对。你有那闲工夫，你关心一下你女儿行吗？我怎么不关心我女儿了？我就知道，我女儿现在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我给她打了多少个电话了，到现在都没接呀。那你看看几点了啊？再说了，她现在自己开公司，回去肯定是累了睡了。不对，怎么了？他今天呀，跟那个小张去见面，按理说这个点早就应该见完了，他是不是应该给我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？是不是？人家向你汇报什么呀？孩子自己的事儿，让孩子自己做主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不知道这个小张呀，可是有志骨，高薪、高学历、高素质，想嫁给他的女孩多了去了。这么优秀一个人，咱得让咱家大爷呀，先紧紧的把他抓住才对。我看这事儿啊，要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啊。大爷是成年人了，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有数？有数什么呀？他要是有数。他要是有数的话，当初就不会嫁给罗畅那个大混蛋。我就激动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我想起这事，我就心里难受。
我就窝火，除非咱家大爷找一个比罗胜强的，否则这个坎儿我一辈子我都过不去。还是没人接吧，是吧？老婆，孩子睡了，明天再给他打啊。明天，来，明天再打来。明儿再拿也不晚啊。来，好嘞，明儿再打啊。你睡。你挑完了没有？你大早上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这个？这都几点了？11点了，作息太不规律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万物法则，你懂不懂啊？叔叔，您别说教了好吗？赶快挑完，赶快走，我还得回去睡回笼觉呢。你过来帮我再看看这边，来。你想要美的还是要贵的呀？钻石大的吧，女人不都喜欢钻石吗？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得到一枚戒指，但并不代表每个女人都希望得到一个钻石。尤其像何大业那样的女人，她追求的呢是一起吃苦、平平淡淡的幸福。你给她买个草编戒指，她都感天动地的；给她买钻石反倒浮夸了。草编戒指，那太不隆重了吧？我没让你买草编的，我是说你别光逮着大的看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哪个？你看啊，钻石呢没有很大，但是很闪呢，而且那圈还刻着字儿。服务员，帮我把它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请让一下。哦。这个戒指啊，最适合何大业了。小钻石填补他内心缺钱的空隙，一翻开手心，还能看见爱，感觉整个世界的爱都在他手里，多霸气！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怎么就自欺欺人了？你知道这个戒指还有一个意义吗？那就是多爱自己一点。很多单身女性都买这个送给自己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众多单身女性当中的一员呢。自己给自己送戒指，太心酸了吧？女人不都希望男人给自己送戒指吗？看你年纪小不懂事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怎么就心酸了？我自己有钱，我不需要男人送我，给你。不需要钱，也不需要男人。我也觉得你以后啊，你肯定会有一个男人特别爱你，他会送你戒指的。不知道跟谁学的，油腔滑调。哎，服务员，就这个了，帮我包起来，好吧？谢谢。不是，就这个啦？你确定啊？就这个啦，快点！随便就买了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么大动静？弄水啊！啊？嗨，跟我说一声不得了吗？不是，你看我这儿看着啊，嘿。你说你蠢什么呢？这本来就是应该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儿。哪儿那么多应该啊？啊，男人就得赚钱养家，女人就要美貌如花，这就是你们自以为是的想法。我看你这是相亲后遗症，是不是被这张子康的女人给吓着了？他那是什么狗屁理论啊！第一次见面，长什么样都没看清，就开始问学历、问收入，开始讨论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。你说这结婚难道不应该是在爱情之上吗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基本的原则都给颠覆了呀？画完了啊，还有别的活吗？
我一会儿要去跟陆军和小明见面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啊？你觉得他们俩真的还有必要再见面吗？可能小玲她自己有自己打算吧，也许她认为见面说清楚了，以后就不会有遗憾吧。你说他们万一打起来，我拦不拦啊？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我拦得住吗？我不行，我得锻炼锻炼。哎，你要真想锻炼，你帮我洗几件衣服行不行？你还别说，你还挺会推销的，说的头头是道。这要不买，觉得挺对不住自己的。啊？那可不是，我可是购物界的小白鼠。这些年啊，但凡我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，我全逼着我朋友买了。那些电商都不知道欠我多少钱了。那你怎么不去做微商啊？我又不缺钱，我去受那罪干嘛？再说了，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呀，日落而作，日出而息，多自在。可大多数人他都不这样啊。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大多数人呐，而且我觉得呢，这个城市的夜晚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建设，把它装饰的色彩斑斓的，功劳大着呢。可是这夜晚再色彩斑斓，天一亮就消失了。小玲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已经很糟，但其实陆军他也没那么好过，所以，他也请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想亲口听他对我说声对不起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跑啊？芳芳来想婚，我能不跑吗？我一边是我爱的人，一边是爱我的，本来就难选。可关键是，我爱的人也爱我，这不就好选了？甭跟我这咬文嚼字，嘚不嘚绕口令，你谁听得懂？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哎，你当初要真没心要娶人家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人说呢？你看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儿？你这人，我真是没法说你。哎，这事儿你比我有经验，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？什么叫我比你有经验？我就跑过一回。那什么，我也没有怎么处理。何大爷那人你还不知道啊？那不是一般女人，没哭没闹，直接就跟我离婚了。我倒希望小玲也这样。这有什么好的？你看着不寒心啊？寒心你还跑？我，小玲，哎，你自个儿进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好好说话，一会儿。放心，你比你想象中还要坚强。啊？哎，等会儿，不是我还有话跟您说呢，你走啊？
咱俩聊什么呀？我知道你看这陆军一跑啊，处女张琴又想起咱们以前的事儿。你别臭美了行吗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咱俩那点破事我真的忘了。哎，我现在有新的生活，每天很忙的。前两天去相亲了，对方条件特别好，比你强多了。不是何大爷，你几个意思呀？你说你不结婚呢，怎么又去相亲？不是你这也太口是心非了吧你？哎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啊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今天说不结婚，也许我明天就见了。管着呢你。你瘦了好多啊，你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小莲，对不起。亲口听你说出这句话，还挺满足的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选择跟我结婚？难道就因为爸妈那句玩笑话吗？对你爸妈来说，那可能是个玩笑话，可对于我爸妈来讲，并不是。从小他们就认定了我将来一定会跟你结婚，后来连我自己都这么想。因为不论从哪方面来看，咱们俩都特别合适。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有很多次的机会，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爱我，你不想跟我在一起，你不想和我结婚。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那一天？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你知道吗？小莲儿，老实说，你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婚对象。因为我知道你爱我，所以当初我也没有反对。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嘛，我觉得只要其中一方足够爱另外一方，这婚姻就能勉强维持下去。如果不是芳芳突然出现在婚礼上，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。陆军，我真的很瞧不起你。从始至终，你才是最自私的那个人。